同学们好，本堂课学习高探马。好，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云手，云手接高探马，最后一个动作它比较类似于我们在前面学习的金刚导队一样，但是两者之间分别就很大。好，首先我们先看正常方向动作，捧于左侧以后，好，并步螺旋，根部外捧。松左胯，重心右移，右手顺势上穿，两手持平。松右胯，右手逆缠，左手顺缠，顺势领左膝。好，对拉，左斜前方45度开步。松右胯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左移。领手，合胯扣脚，点脚上步，右脚虚步点地。两手放松，螺旋自然下沉相合，右脚点在左脚足弓内侧。好，领右膝，松左胯，右手逆缠领掌，胯部外捧打开，放松下沉。松左胯，两手左顺右逆，当走后弧，重心右移。顺势松右胯，两手双顺缠托掌。当走后弧，螺旋合手折叠，合右胯扣右脚脚尖，螺旋放松，重心移至右腿。两手合于身前中线两侧，顺势蹬左腿，扫腿转身，对拉外捧，螺旋推掌。左手放于左侧丹田，右手合于右膝上方，右手立掌，左手掌心朝上。好，换个方向，背面。并步云手。好，松胯，右上左下，两手持平。松右胯，领左膝，对拉上提。开步下沉，当走后弧，左手上领，合右胯。根部，手合脚合，右脚点在左脚足弓内侧，左手自然搭在右手小臂内侧。松左胯，领右手，领膝，胯部外捧打开，当走后弧，左顺右逆，螺旋转胯，双手上捧，当走后弧折叠右手，合右胯，螺旋蹬左腿，转身，对拉外捧，左脚虚步点地，点在右脚足弓内侧。来，侧面。好，松左胯，右手上穿，左手下沉，两手持平，右手逆缠，左手顺缠，领左膝，左斜前方45度开步，对拉下沉，当走后弧，领手扣脚，上步，手合脚合，领手提膝，胯部外捧，当走后弧，左顺右逆，螺旋领掌上捧，当走后弧折叠，合右胯扣右脚脚尖，蹬左腿，当走螺旋扫腿转身，对拉外捧。好，侧面看一下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收势。好，高探马这个动作呢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对于咱们来讲，小白可能会觉得比较难。当然，对于很多学拳时间长的老师们，也会有一个容易犯错误的点。首先，第一，高探马的领脚上步，我们从侧面观察一下。当我们捧完掌之后，前半部分动作和我们金刚导队的起手提膝动作是一样的，
但是，一旦到了根部，有很多老师有习惯性的把脚上在步伐的前面，左脚在右脚后面。那同学们想一下，高探马的第二个转换动作，收完步之后，紧接动作是跨步。什么叫跨步？咱们之前讲8法5步里面的时候，都讲了前进后退、左顾右盼、中定，并没有聊到跨步这个方法。所谓跨呢，就是通过我们脚后跟内侧去用我们的大腿内侧向外延伸，把腿跨开。这个时候跨步的过程当中，意识和身法的变化是在同一方向当中。也就是说，怎么走方向属于跨步呢？前进。所以不能把这个步伐上在前面，因为如果我们把右脚一上到前头以后，你再去走跨步，它就不太好走。有很多老师就习惯性的把眼看在上步的方向上，把高探马的步伐走成侧步，让脚尖先落地，然后再转身。高探马整个动作的含义就变了。所以我们要把步伐转换先给它搞清楚。上步不是在前面，它是一个根部在左脚足弓内侧的步伐，跨步向后斜方45度，把脚后跟先落地上打开。这是我们的高探马第一点的细节，步伐问题。第二，就是我们跨完步之后，有很多老师听到了一个新的词语，说跨完步之后先当走后弧，左顺右逆。你很多老师一打开以后，直接一转腰捧上来了，这个时候就容易出问题。问题出在哪？看好，如果我们跨完步之后，重心在哪条腿？还在左腿。所以有的老师一旦打开之后，直接向右螺旋，就会产生没有当走后弧的过程，通过拧膝扣腿，把你的身法产生螺旋，来再进行折叠相合。这个时候就错了，容易伤到膝关节。第二，那我们为什么要用当走后弧？第一，我们先要将重心从左腿转化到右腿上。那为啥会出现左顺右逆的对拉呢？就是因为这个重心的转化。咱们学习云手的时候说过，手是通过重心移动，通过先进肩再进肘，让根节中节先移动，然后手慢慢跟随肩膀去走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咱们的左手这个时候并没有完全的把推捧的力放完，所以呢，随着咱们当走后弧，左手会慢慢延长，右手又会随着后弧的重心变化向右后方逆缠按掌。所以在当走后弧的重心转化中，这两手它就形成了一个对拉劲儿，需要老师们在做动作的时候把这儿给它续上。那其次，我们把这个对拉劲打开之后，我们的螺旋重心转化一到位，顺势松胯，这个时候是不是用右胯的螺旋和左胯的上下折叠？这样子动作是不是就形成衔接了？你看，重心移动，螺旋转化，用身体的中轴旋转带动右手顺缠膨胀。来，同学们，那我们换一个方向，再接着看这个动作。当我们高探马侧步外蓬到位以后，通过身法螺旋，右手顺缠划过膝关节变膨胀。我们一定要形成一种条件反射，只要想导重心，肯定是要先当走后弧。那么在转化重心的时候，随着咱们蹬右腿重心左移的过程，右手就会产生一个重心转化。你看，虽然没有向对向的大螺旋带动咱们的这个手去进行摆，但是咱后弧咱之前讲过一个规律，膝盖和脚尖同方向，我们只要重心转化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大螺旋的弧线。所以右手拨上来之后，通过蹬右腿，身法又会产生一个螺旋。这个时候，咱的右手就像一个小鞭子一样，随身螺旋，身法转，手自然而然的放松螺旋，形成相合折叠。现在有很多同学做动作的时候做成什么样？对拉打开之后，直接不往后去零转，直接进行折叠右手，进行扣手。这个动作就少了螺旋的相合，只是靠咱们的肱二头肌进行收缩，把手拿过来。
这样子也是不对的。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得需要注意，每一节课都是在强调螺旋的方法，才能把我们的这个动作给它携带出来，而不能光通过手臂的一个运动。这是咱们高探马的螺旋折叠这个地方。最后，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大众的，就是大家总觉得老师我转身扫腿的时候我转不惯，核心出在哪了？出在这个位置。咱们之前讲转身金刚捣队的时候，经常会强调，当你的两脚形成小内八的时候，你蹬腿螺旋，这个螺旋劲儿会显示的非常大。那同理，咱们高探马在折叠螺旋右手的时候，是不是重心到了左腿要合右胯扣右脚？这个过程当中，咱们教学的时候把这两块分布，让老师们知道这儿有了一个合的动作。但我们在练习套路，想要把这个动作衔接起来的时候，通过螺旋放松的下沉，重心来到右腿了。我们可不可以在扣完右脚之后，将左腿的松沉的蹬劲儿直接转化在身法螺旋蹬地的过程上？来，大家从正常方向看一下，胯部打开，合胯扣脚，重心是不是在左腿？好，顺势一松左胯，左腿一蹬地，转身就可以推掌了，并且转速也快，身法也灵活。这就是需要大家了解的地方，并不是说我们只是光蹬腿，或者是只是光拿腰转。为啥转不过来？就是因为很多老师合到这儿了，左腿没有蹬劲儿了，要么就是他的蹬劲儿特别小，所以导致大家用屁股往后撅去带，所以转不过来。那最后一点，当我们扫腿螺旋转身过来之后，两手处于的是一个在脖颈逆缠掌根领劲儿，右手左手掌心朝上，两手相合的一个动作。对拉怎么对拉？随螺旋停止的力，就好像是小汽车转到这儿以后，汽车刹车了，但是它的惯性还在，顺势螺旋向外推蓬出去。推蓬的过程当中，咱们把高探马的劲儿放长，不要放在右膝这儿往那一放就结束了。随着这个力到位之后，多往左螺旋一些，但是要切记不能顶髋顶胯，身法保持中正，螺旋对拉外蓬。推蓬的时候，右手由一个逆缠掌根朝外变顺缠掌根朝下，右手瓦龙掌。这就是咱们的高探马。练习的时候细节特别多，需要大家多多关注，尤其是我们的重心转化和两手之间的关系，以及我们在练习高探马的同时，重心转化时候上势和下势形成的螺旋衔接，需要大家把当胯练灵活了，才能出现在课程当中